古代的英雄被流放、被发配，通常是因为得罪了权贵，但现代人的无期徒刑往往是自己签字画押的。这张纸不叫赐配文书，它叫房贷。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每个人都告诉你买房是成家立业，是人生资产。买房不是投资，而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战略失误。你以为你买的是遮风避雨的港湾，但实际上你是在你正要冲刺人生上限的战场上，亲手给自己套上了最重的一副枷锁。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你买房的代价远远不只是那1-2千万的房价，而是你未来20年的战略机动性。在2026年这个充满不确定的年代，流动性比所有权更值钱。丢掉了流动性，你就不再是人生这场仗的主帅，你只是这间房子的保全。今天白大叔不跟你谈水浒，也不讲人性博弈，我们要谈的是这场涉及2到30年的代价博弈。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块砖头正在封死你人生所有的可能性。很多人算账时只会算租金 vs 房贷，他们觉得租房是帮房东付房贷，买房是存钱，这就是标准的单维度战略思维。你买房最大的成本从来不是那几百万的利息，而是那笔被冻结的头期款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假设你现在有300万台币，你面临2个选择。选择 A， 买下一间总价1500万的房。选择 B， 继续租房，并将这300万投入年化报酬率 7% 的全球指数基金，且每年将所获得的利息持续投入。我们看复利公式 A 等于 P1+2N， 在不计入房价波动的极端情况下，20年后这300万会增长到1160万，这还不包含你每月省下的税金、修缮费与保险。而你的房子在20年后真的能保证涨幅超过这800多万的净获利吗？更致命的是流动性 liquidity， 房地产是流动性最差的资产之一。当你需要钱救命，需要钱创业，或者发现下一个像2000年互联网、2020年 AI 这种10年一遇的暴富机会时，你的钱被锁在墙壁里，你只能眼睁睁看住机会溜走。在兵法上这叫死地，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法撤退、无法转进的战场上，只为了博取一个不确定的增值梦想。除了钱，这间房子还会偷走你人生最值钱的东西——选择的空间。在兵法上这叫困地。当你签下那份30年的房贷，你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自由兵，你变成了一个固守阵地的守备队。请你试想一个场景，如果你所在的城市产业开始转型，或者你的公司已经到了天花板，而此时在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薪水翻倍，能让你层次跃迁的机会，你会去吗？大多数买了房的人最后的答案都是算了吧，因为卖房很麻烦，换房很累，小孩的学区不能动。你以为你买的是避风港，但实际上你是在用你职业生涯的上限去交换一个物理上的稳定。在战略博弈中，移动能力等同于谈判筹码。当你的老板知道你背住巨额房贷，家小都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随时离职时，你在谈判桌上的价值就已经折半了。因为你没有撤退的空间，你只能接受平庸的涨薪，甚至忍受不合理的加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竞争力在35岁之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太重了，重到根本跳不出那个已经在萎缩的圈子。在2026年这个变动比翻书还快的年代，你最大的战略资产是机动性，别让那几块砖头成了你职业生涯的墓碑。接下来我们直接切入人性的弱点，我们要分析的是为什么那间象征安全感的房子最后会变成扼杀一个人翻身可能的心理刑具。最可怕的代价往往是看不见的。在心理学中有个词叫损失规避。当你把大半辈子的积蓄都压在一间房子的首付款时，你的大脑会自动从进攻模式切到防御模式，你开始变得输不起。原本你可能计划在35岁前拼一次创业，或者投入一个风险高但报酬极大的新兴产业，但现在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支出像是一个设定好的定时炸弹。为了确保这颗炸弹不爆炸，你必须选择最稳定的路，哪怕那条路通往平庸。
在博弈论中，这叫沉没成本陷阱，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太多，所以即使环境变了，房市冷了，机会来了，你也不敢轻易撤退。你对失去房子的恐惧远大于你对赢得未来的渴望。我常说，一个人的成就取决于他面对不确定性时的胆识，但买房这件事本质上是在用你未来的胆识去交换现在的安稳。这就像是一个将军为了守住一座毫无战略价值的孤城，而放弃了整场战争的机动权。我看过太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买房之后，眼神里的火光熄灭了。他们谈论的话题从如何改变世界，变成了哪间超市的菜比较便宜，或是房贷利率又升了几码。这没有错，这很务实。但从战略角度看，你已经提前从人生的战场上退役了。这里有一个不确定处，确实有人因为房产增值而获得了所谓的财富自由，但请记住，那是建立在过去30年全球化红利与低利率时代的特例。在2026年的今天，当这套逻辑不再是铁律时，如果你还带着这种买房等于增值的幻觉，你就是在进行一场高风险低胜率的豪赌。你赢了，得到一间老掉牙的砖块；你输了，赔掉的是你整个人生最敢做梦的黄金20年。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叫你一辈子不买房。在战略上，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有合适的时间点。如果你想买房，却不想被房子毁掉，你必须建立自己的房产自由指数。在签下名字前，请先通过这3层压力测试。第一，财务安全垫不要只看银行和贷给你的成数。在战略上，你必须保留至少2年的房贷预备金，也就是说，即便你明天就失业，公司倒闭，你依然能在不影响生活的状况下支撑2年。如果你的存款扣除首付款后所剩无几，那你不叫买房，那叫裸奔。第二，地理与职涯的对抗性。问自己一个问题：这间房子所在的区域是否具备多样化的产业支撑？如果这间房锁死了你的通勤路径，而你的行业正在走下坡，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址。真正的资产应该是能为你提供更多选择，而不是缩减你的选择。第三，计算你的负债收入比。在财务公式中，你的房贷支出不应超过月收入的30%，超过这个数字，你的生活品质将会出现结构性崩坏，你将失去学习新技能、社交以及应对突发风险的任何财务余裕。最后，我想告诉你，房子应该是一个工具，而不应该是你的终点。在2026年这个变动剧烈的时代，最稳固的避风港从来不是那几块砖头，而是你随时能离开、随时能开战、随时能翻身的能力。如果你还在犹豫，请先停下来想一想，你现在追求的是真的安稳，还是大脑为了逃避不确定性而编造的幻觉？买房不是买价格，是买人生的选项。如果这间房会让你的人生选项变少，那么不买就是你最好的战略。感谢大家，这次帮忙客串的柴静就是这场房产博弈最好的注脚。他拥有全天下最稳固的护身符和大庄园，却在时代变局中发现这些资产反而成了他逃不掉的囚笼。买房是为了安稳，还是为了画地为牢？下一集我们专门拆解这位小旋风柴静，看一个拥有顶级资源的人是如何守着他的万贯家财，却在战略上输得一败涂地。